Hello，宝贝们，这一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的是这个水彩来操作的一个汽水美甲，就像是我们喝的那种果汁那种带颜色的那种汽水一样的感觉因为它颜色很通透，对吧？然后还是带着五彩缤纷的，像是果味的那种感觉，不同的颜色，你像这种什么荔枝味的呀，然后草莓味的呀，或者说什么菠萝味的呀，反正各种口味的那种感觉然后在手上的话就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很通透，感觉就很凉爽。那这样的款式的话宝贝们，我这个设计的因为是可以我自己能戴得上去的我是不是太适合说完全那种长肩型，所以我们可以稍微修整一下形状那首先先用大拇指的这个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的话我就会把前面的这个地方先给它剪掉，就是把数字的那个位置然后两边稍微剪一下再用错条这样给它圆润一下，它就变成了前面是这种有一点椭圆形的一个感觉了直接拿长尖形甲片就这样修整就可以。然后如果做穿戴的话，后缘这个因为我指甲这个位置看到吗，我的指甲的位置如果要跟它紧紧贴合的话，后缘还是要这样去磨一下的但是有的人不用磨，有的人用磨，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你在定制的时候需要去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好，然后用海绵锉轻轻的把底下的这个给它打掉。这个就是大拇指的给它放在这儿，然后再去修整一个给大家演示两个。这个的话我们再来剪一下，就是把数字的位置，看我是紧贴着数字这个位置，不是都剪掉了，剪掉一半大概是，然后两边轻轻的再剪掉一点点，两边的话这个角稍微给它带一下，这样的话你打磨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一些。错过来，错回去，顺下来。这样的一个椭圆，就前面不至于那么尖，跟没修的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前面尖角的位置这个地方没了，让它修圆润了。这个是直接可以贴合上的，所以后缘我就不修了然后其他几个我就不在这里继续演示了然后因为是穿戴甲嘛，对吧？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再给它涂上一层底胶的又不用涂太厚。包边这个我这个底胶压的都是很薄很薄的就这样薄薄的一层就可以。OK， 好，我们去照灯其他这几个也不在这里演示了，因为都是一样的操作方式。我们一会儿照完灯之后直接来给它上底色。然后我们打底色的话用到的是晕染蛋白胶，就是涂的很薄很通透那种感觉所以用光老笔来涂刷的。这个款式它是有涉及到水彩的调色的那一会儿的话我们会去给大家演示这个水彩的调色部分，咱们先来把这个底色先涂好就表面的这个浮胶我们可以擦一下，避免它在甲面上呈现出那种开花一样的效果，影响它那个晕染的感觉。不用取太多的颜色我们稍微取一点之后在甲面上这样给它这边来一点然后再取一点点，这边再来一点，
然后别的地方用我们笔刷上的这个鱼胶轻轻带一下就可以。就是这种效果。底下这个位置可以稍微白一点点，笔是轻轻划过的，扫过它的那种感觉哈。照灯，食指。有的底下可以白一点，有的就要给它刮掉啊，让它有一点很通透的那种效果。然后如果大家介意说，做穿戴甲的时候，你怕把那个本甲连接线这个位置露出来很丑，那你就不要忘记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一下我们指甲连接线，我的指甲连接线应该在这里，对吧？那这个位置的话，你就不要忘记说这个地方偏白一点，然后上下的位置让它偏透一点啊，可以是这样。灯，中指头，照灯，就是要这种不太匀乎的啊那种感觉。也可以是一块一块的，但是晕染蛋白胶就是不要取太多的量，它是颜色上一块一块，并不是胶一坨一坨的啊。然后它稍微有一点点量的话就会很白，然后笔刷上剩余的这一点点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刷上，让它有一点点颜色的感觉，但是又很透，就这种感觉。它不会说堆胶啊，也不要堆胶。小拇指。好，照灯，包裹一下磨砂封层，准备上水彩的颜色。不要包边啊，记得。也没有那种明显的小颗粒，注意整甲都涂刷的均匀，不要有刷痕，也不要堆胶。照灯，照灯时间的话，我们统一给它照够60秒钟啊。在这个照灯时间期间，我们把晕染水彩盘拿出来啊。这个课程的话呢，我们其实就会涉及到这个调色。之前如果说大家已经看过我那个水彩专项里面。调色的部分啊，有关于调色的部分的话，那这个的话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也是一样的一个原理啊。因为我们这个做成汽水的颜色的话呢，它的颜色都会比较小清新，颜色都会比较浅一点，所以我们在调色这方面的话，肯定是不仅仅是说加水啊去给它调和。那所以说它是有接触到这些浅色部分的啊。那我们的话呢，这个是我之前做这一版的时候有利用到的一些颜色，那我再去把这些颜色再调出来一下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会先取一个这个紫色，这个紫色它是可以直接用的颜色，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蓝也是啊，这个紫的话可以多取一点。然后我们调的时候就可以在它旁边去调，对吧？然后有那啥的部分，笔上其实占的颜料还挺多的，我们就可以说沾一滴滴水啊，把它洗出来，然后再去换颜色。
这个是我刚才那会儿留下的。然后蘸一点点什么颜色呢？蘸一点紫色啊，正紫色，取一点。正紫可以调在这边啊，调完之后它就会偏这项，偏这一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它颜色会太过于紫了啊。如果说不想这么紫的情况下啊，可以在这个当中戳一点点蓝进去，戳一点蓝之后，它就会把两个颜色就融合的比较柔一点啊，可以去这样去调哈。有一点点蓝进去，然后它的颜色也会变成那种冷调一点的。因为之前我在那个啥里面有讲过，对吧？调色里面有讲过，就是说加蓝色之后，它的颜色就会变冷啊，这个是肯定的。然后这个颜色里面就差不多了啊，紫色。然后可以再调一点这个出来，这个颜色它有一点就是玫紫色的那种效果啊。来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加什么呢？也是可以加这个紫。这个紫色我刚洗出来，洗一下笔啊。我要不为了不污染颜料的话，你就要反复的去洗这个笔，然后这个纸要换的也比较勤一点啊。加一点点这个颜色进去，肯定要再来一点哈。它颜色看到就是这样的了。假如是想让它偏粉调一点啊，觉得这个紫色颜色有一点点过于重，就是看起来它那个太明艳了，饱和度太高了，可以加一点点这个粉进去，会一下子就把它的那个饱和度给它降低，它会变成偏粉的这种紫，然后会呈现出来这样的两种颜色哈。然后的话是粉色，既然我们都调到粉色的话，这个我们就直接把粉色给它调出来，先去把这个粉多蘸出来一点点，放在旁边的位置上啊，放在旁边这里。然后里面我这个粉是不能直接用的，直接用这个粉会太白啊，在甲面上，所以的话颜色怎么样都是需要调一下下的。蘸一点点水，把旁边这个笔洗一下，调一下要用哪个调啊？蘸一点点这个，不要蘸太多。来一点点水，有点多了，一点点水，蘸一点点这个，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轻轻这样调一下，它的颜色就会有这种色彩变化啊。蘸一点点就行，蘸多了的话，它那个颜色会加深。蘸多的情况下，它的颜色会变成这样的粉啊。当然这两种粉都可以用一下啊，但是这个浅色的我们的需求量可能会大一点。然后想让它再浅一点的话，你就这个粉色的比例再多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是粉色，然后我们来调一下那个黄啊，这个黄其实大家在这个里面调色盘里面能看见，偏黄一点的就是这个黄绿色，它是这个里面和橙色，它俩是最接近于黄色的，所以我们要调的时候肯定就是拿它们两个去调。如果你只用绿色的情况下，它会偏绿，对吧？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颜色当中加一点颜色啊。但是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是黄绿，它有绿的成分，所以要调的话，你最好是不要直接加这个橙黄色，也最好是加一点点红进去，它会变成这样的啊。然后再加白色加一点点白色，看透就会变成这样了。然后颜色如果说想让它再浅一点、再明亮一点的话，你就再加点白啊。白色的话，其实在调色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少去加，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啊。这个就属于例外情况。一般颜色我们想要调浅，基本上都是加同色调的，或者说直接加这个淡粉色。但是有的时候会加白啊，很少会加白，因为好多颜色，就比如说紫色，你直接加白色，它那个颜色太过于明亮了。太明亮的话，它就会显黑啊，尤其在我们的指甲上就会显黑。这个是黄啊，然后我们再来点绿。绿的话，这几个青绿色怎么调出来的啊？就直接是黄绿色。你看到这个4个色调应该是啊，1、2、3、4，对吧？从这个绿，一直过渡到它变成蓝啊，这个其实就是黄绿加这个蓝，它俩去调的，就是它俩去调的啊。但只不过呢，就是比例的不同，这个比例的不同。一会儿再洗这个盘吧，我就直接往里蘸了啊。直接往里蘸了，就蘸一点点这个蓝进来之后，笔上颜料绿有点太多了，可能有点太多，再来一点点啊。
加一点点之后，你看它就是变成这个了。它跟这直接这个黄绿还有点不一样了，它颜色会柔一点，都会柔很多。然后我们可以再蘸一点点在旁边啊，笔上本来就带有着这个颜料，对吧？然后我们就再带着这支笔再去蘸这个蓝。这个时候因为你越往旁边去调的时候，你明显就是说黄绿色占比要越来越少了，这个蓝的占比越来越重了，所以它会产生这种现象，就是它的颜色跟之前不太一样了。看一下，这个时候你看调色盘表面的这层绿，你其实就能感觉到，这个时候它的色彩是有很大变化的。洗一下笔啊，因为笔上的颜料有很多。看啊，然后直接表面上这一层会带有一点点这个颜色，你就直接把它带出来就可以了。看。笔上其实还带有一点点黄绿色，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蓝色偏多的时候了，所以它会呈现这种效果。这个里面再加一点点，看就是3种不同的绿。看啊，然后直接在这边再来一点点，要把颜料在指甲上，在那个纸巾上稍给它洗得干净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笔洗一下啊，重新给它表面这层给它刮下来。这个时候它大部分的就是蓝色会重一些了，看到没？看到吗？但是它还不是直接就是这个蓝啊，直接就是这个蓝的话，它会。你看它会比较浅啊，有点像 baby 蓝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表面上蹭上了一点点这个绿，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蘸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有点雾霾蓝的感觉了哈。就这样的几个颜色啊，我们给它在甲面上开始操作，可以去开始上色了。然后感觉它很脏啊，就确实比较脏，但是也没有办法。而且调这些颜色未必都能，就是完全都能用完啊，因为它的颜料可以用很久很久。但每次调出来的颜色的话，你就可以说留着。笔上这个时候有一点蓝色，对吧？蓝色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在甲面上去蹭一下，蹭一下。底下就是前肩这个位置啊，我都是给它稍微留了一点点余地的，都会稍微留一点。蓝蹭上去了，然后海绵上面这个上面是吸饱了水分的，在换颜色的时候又可以说把这个颜色在这个上面吸，换成青绿色吧。青绿色。你看，太好看了！这个汽水，这个真的就很简单啊。但是只要你颜色配对了，你就我这些颜色你随便组合，就是不用说，你不用非得说是老师我一定要这个紫加这个黄加这个绿才能好看，对吧？我换成别的不可以，不是的，就是你把它们顺序都打乱了，随便配。你看我的这5个手指头就是随便配的，就是怎么打乱了顺序都好看。对，还有一个这个颜色啊，我给它忘记了。一个橘粉色啊，橘粉色怎么调？橘粉色就是，哎，我怎么调来着？就是橘色，就是橘色啊，橘色加粉色。看啊，这个橘，来点的这个橘色，然后笔上再沾一点点粉色。根据比例的不同啊，根据比例的不同，一开始你会呈现出这样的颜色，这是因为粉色的比例加的比较少。因为粉色比例加的比较少的缘故啊，我把笔上的橘色都给它洗掉。因为笔上面本身你就带着颜料，所以你再去蘸其他的颜料，比例肯定是少的。看啊，比例多加它会变成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颜色有点亮啊，如果你想让它色彩变暗一点点的话，你就稍微去加一点点这种它的，这个之前我有讲过啊，就是它的临近色或者说是那个对比色进去。加一点对比色进去，啊，就这样的紫色。当然你不能加深色嘛，加深色系的紫色的话，它颜色一下就深了。看，它颜色这样灰下去了，就没有刚才那么明亮了，就那么扎眼了。扎眼的话，它不会显黑嘛，对吧？
你想荧光色上手的话，很少有能显白的吧？啊，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要旁边的这一点点土橘的那个感觉的话，你就再加点点这个进去，它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色彩变化。这个，看它的颜色会再暗下来，变成这样的。好了，继续啊。这个上面我加的是粉调的，就加它也行啊，加它也行，加一点点。10个手指未必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改，可以换，可以变化，这就是这个款式的美妙的地方。或者你觉得自己适合什么色调的，就哪个色调多加一点。它一定要透啊，一定要浅，颜色一定不要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显色，每一个颜色你都上的很重，那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在指甲上一定是不显白的。这个款的点在于要透，有一点显色度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每一次笔上蘸的水和颜料都一定要少，要很少，很少很少才可以啊。洗一下笔啊，再蘸一点点水。一点点颜料，这个还没干啊，我们一定要等到所有的颜料都干了之后再去蘸，没干的颜料不要蘸，蘸完容易蘸的特别多，蘸的特别狠。带一点点这个粉色进去。每一个上面都是让它有那种色彩变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蘸这个颜色的时候，它就比较随机，就很随意。洗的淡一点啊，不要让它这么的明显。很淡很浅的那种，因为水彩的颜色它在上完亮面的胶之后，它颜色会更显色一点。它现在因为是在磨砂上面，所以就会显得色调就不那么的突出。这个蓝上面我想让它再发紫一点，发紫一点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点点这个紫色啊，再来掺一点点蓝色，这个颜色很好看，它会调出这样的颜色出来，看。比这个要更紫啊，这个颜色就有点柔嘛，这个颜色，这个就比较好看了，加到这个里面去，对，就是不要很乱啊。你有看到，就是说我在去加的时候，要么是撞色，如果是撞色的话，我一个指甲上面色彩就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是颜色很多的情况下，我会把它相似的颜色放在一起。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这个搭配的一个感觉。也就是说，你看蓝旁边我配的是紫和绿，就它们3个颜色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一起会有一点点细微的色彩变化。然后的话，把它们相对应的就是有反差感的橘色、粉色，橘色和粉色放一起。上面让它再粉一点点啊。10度啊，可以了，不能再加了啊。其实我这边看这个粉已经很粉了，大家从镜头里面看可能觉得它有点白啊，但实际上它已经很粉了，再加就要深了，就要显我手黑了。然后啊，这边下一个手指可以怎么去接啊？衔接上来，就你可以把它最边缘处的这2个颜色挑一个。或者是这2个都复刻过来，我的感觉一般都是说挑一个，比如说挑这个粉色，把粉色加在这儿，就还是这个粉啊，再蘸笔尖蘸一点点水，还是这个浅粉，浅粉就接在这个位置上，就这样的话，它们5个能有一种连接的感觉，不至于特别跳跃。这种淡粉之后，这边可以接一个再明显一点点的粉啊，明显一点的。这个可以稍微偏下一点。2个颜色之间就带着这个笔啊，
带着一点点颜料往进这样穿插一下就可以。然后上面这两个粉色衔接在一起的话，上面可以再来一点点重一点的，你就笔上不是有这个粉嘛，对吧？有这个粉色的话，你就带着这个颜色去戳一点点哪个呢？红啊，别戳玫粉色，戳红色啊，戳错了，带着一点点这个戳一下红色，别戳玫粉色或者是玫紫色啊，容易显黑。这个时候一点点啊，别加多了。加多了不好看，洗一下。看啊，稍微红一点。看我色盘当中这个颜色比较不错啊，这个颜色是玫粉色加的灰黑，颜色会有一点点重，试一试啊，不行咱再擦掉，因为它偏红一点。如果这个时候是偏那种玫粉的话，它一定会显黑的，偏红一点的会好一点。让它颜色暗下去，因为底下颜色已经很浅。看看 ，OK 了啊，其实我这边看已经很准了，不能再加了。嘴里说着不能再加了，笔上控制不住又再加了一点点，加了一点点淡粉啊，因为我觉得跟刚才那个相比的话，就这一边像没颜色一样，但实际上是有的啊，就是在镜头里这个时候不能太看得出来，看是有颜色的啊，是偏粉一点的，就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啊，颜色一定不要深，千万不要深。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是不显色，然后就多加两笔，越加越重。然后中指了啊，中指我们衔接一下，衔接一下的话，你就选一个这个粉杯，对吧？这个粉在旁边一点点啊，上面这两个已经有粉色了，这边这个粉就不用加太多了，稍微有一点点就行。这边来一点点啊，看我笔上的水分其实很少，但是它能把这个颜色打得很开，也就是说我们到这个里面来蘸啊，基本上蘸多少的量就是压到1/2吧，或者2/3啊，这个水分，然后觉得有一点干的时候，就再到里面去，像我刚才一样再蘸一下，再蘸一下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颜色打开，然后把这个粉打开，打开之后啊，它旁边这块可以用一个什么颜色衔接呢？用一个这边的土橘色吧，试试啊。可以，土橘色不要加太多，然后加一点紫色进去。这个紫色咱还没正经用过呢哈。看加的重了之后，就给它搓一搓，冲刷的淡一点，洗的淡一点点。尤其是跟肉的那个衔接的位置，就可以说浅一点点，两个颜色互相揉一下，就互相有一个融合啊，两个都是紫，一深一浅的区别，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就颜色这么揉一下。这个颜色有点重啊，有点深，洗掉一点，沾一点水。洗的淡一点点啊，就这个颜色的话，一定时刻注意着，就退远去看，或者你放到自己的指甲上去比对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深的时候，它就会不好看啊。淡一点，都冲刷的淡一点，因为本身咱家这个水彩就很显色，这个时候就让它有一点点显色就可以了。整个你看我都上完之后，整个给它洗一遍，这个行为是可以的啊。
用紫色稍微盖一下，带一点点这种果绿的感觉啊，就这个。点水，一点点这种小果绿的感觉，然后后面的这个我会再把它调成那种绿色的感觉要浓一点，然后还是这个绿啊，咱们衔接一下。就是让它不要整个色调就是看起来，为啥它这个看起来五彩缤纷呢？就是因为我整个的话并不仅仅说蓝色、紫色啊，它有发蓝、有发绿、有发黄的地方，对吧？它刚才这个位置衔接一下啊，咱们这个绿色可以多画出来一点，小黄绿色。然后这边青绿色，啊，在这边加一点。然后这边的蓝绿色啊，蓝色，就它就已经不是绿了，它就是蓝了。让蓝色在边缘上蹭一蹭。然后这边的黄啊，可以来一点点黄，给它点缀一下，这个地方就稍微提亮一点点。就是它这个指甲就看起来就是虽然是绿色的，但是是有色彩变化的啊，而且能跟这边衔接到一块儿去啊。这边因为它这边旁边也是绿色嘛，对吧？这种绿色调的感觉。然后这边我们这边接入的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就还是以它过来。哎，对，这个让蓝色多一点吧。每次做可能有一点点的色彩，就我有新的想法啊。这样的话，10个手指就不太一样，就要这个感觉啊。来这个颜色。好啊，我觉得这个就这样就可以了，就这样就可以了啊。跟这边这个我就是小指的话，因为它俩的这个整体啊，我稍微做了一丢丢的改变，就比如说这边我加一点黄色了，然后中指的这个黄绿色我有去加重，那所以说小指的时候我就给它改变成这种蓝紫色会多一点啊，这样的话整个才会有色彩变化嘛。对吧？你像这个的话，就是前景的话，就是以粉紫色为主，所以后面我着重的就是绿色调的，啊，就会有一点点变化，前面有一点变化，后面也会多一点点变化，就这种啊。然后我们就给操作完了，水彩这个很简单，是吧？完事之后用海绵搓啊，我们整体给它抛磨一下。食指。
底胶，先包边。这样就浅浅淡淡的，它就很好看，而且涂完几胶之后，这个颜色会就一下子就很明显。所以我再三强调，就是说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浅再浅。如果已经做好了，觉得深，可以用清水，笔上蘸一点点水，整个就给它糊了一遍，也不会破坏掉底下那种纹路的啊。就是你要把它洗得淡一点。OK 了，照灯。然后我们照完灯再去上封层就可以了啊。封层就不演示啦，我们就涂个亮面封层就 OK 了。这个款式就到这里结束喽。